大家好，这里是文澜小屋。本期我们介绍的是 Daniel Kahneman 的思考快与慢。Daniel Kahneman 是心理学家，也是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长期研究人在不确定性下如何判断和决策。这本书正是来自他和 Amos Tversky 等研究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他讨论的不是怎样变聪明，也不是列出一堆心理学名词，而是一个更直接的问题：为什么一个人明明觉得自己正在认真分析，却会在关键时刻被直觉、故事、锚点、损失和记忆推着走？这种被直觉推着走的情况并不只出现在投资里。工作、消费、判断他人、规划未来时，人也常常先有感觉，再找理由。很多错误并不是因为信息完全不够，而是因为大脑太快给出了答案。看到一条醒目的数据，就先觉得方向已经清楚；听到一个完整故事，就觉得因果已经成立；遇到一个权威观点，就更容易放下怀疑；面对已经付出的成本，就很难承认原来的选择需要调整。现在，让我们翻开这本书，看看判断是怎样先出现，又怎样让分析替他寻找理由的。一个球拍和一个球总共$1 10美分，球拍比球贵$1。如果这时候问球多少钱，很多人的第一反应都会很快出现。最容易冒出来的答案是10美分。这个答案听上去很顺，因为$1 10美分减去$1，好像正好剩下10美分。但只要停下来算一遍，就会发现它错了。如果球是10美分，球拍比球贵$1，球拍就是$1 10美分，两者加起来是$1 20美分。正确答案是5美分，球拍是$1 05美分，加起来才是$1 10美分。这个小题目暴露了一个很日常的判断过程：大脑会先给一个看起来顺的答案，然后人才意识到自己还没有检查。这种快速、自动、几乎不费力的反应可以称为系统一。需要停下来，集中注意力，一步步检查的思考可以称为系统二。它们不是两块真实的脑区，而是两种工作状态，一个负责快速反应，一个负责费力审查。问题在于，系统二并不会每次都主动出来接管，它更像一个节省力气的审核员，只有在问题足够明显，错误足够刺眼，或者我们主动要求自己检查时，才会真正投入。很多时候，系统一给出的答案只要看起来熟悉、顺滑，没有马上撞墙，系统二就会直接放行。这正是很多判断失误的入口。人听到一个观点，先感觉它有道理；看到一个数字，先觉得它像答案；遇到一个看起来专业的人，先默认对方更可信。后面所谓的分析，经常不是重新判断，而是在给已经出现的感觉找理由。但是系统一代表的快思考不是敌人，没有它，人连过马路、读表情、听语气、处理日常选择都会变得很慢。真正危险的是，我们把快思考给出的第一反应当成已经完成的判断。一个人最容易犯错的时刻，往往不是完全没想，而是以为自己已经想过了。系统一为什么能这么快给出答案？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不总是老老实实回答原来的问题。原来的问题如果太难、太慢、太需要资料，他就会把问题换掉，改成一个更容易回答的问题。比如，一个人真正要判断的是，这个选择长期看是否合适。这需要考虑价格、质量、风险、机会成本和自己的真实需求。但大脑可能实际回答的是，我是不是最近经常看见他？他的评分是不是很高？推荐他的人是不是显得很懂？这个品牌是不是让我感觉熟悉？这些简单信号并非完全没用。熟悉感、他人评价、权威意见、第一印象，确实能在信息不足时帮人快速行动。问题是，他们常常被误认为完整判断。人以为自己已经回答了这件事值不值得做，其实只是回答了它让我感觉怎么样。这种替换很隐蔽，因为它不会在脑子里弹出一行提示，告诉你注意
你正在换题。我们通常只会感到答案已经出现了，而且这个答案还挺自然。一个观点讲得清楚，我们就更容易觉得它是真的；一个人说话自信，我们就更容易觉得他有证据；一个方案包装得漂亮，我们就更容易觉得它更可靠。这类快速规则可以称为启发式，它们像捷径，能让人在复杂世界里快速移动。但捷径的问题是它不保证把你带到真正要去的地方，尤其在风险、概率和长期选择里，最容易出错的地方并不是完全没有想，而是用一个轻松问题替代了困难问题。所以，提高判断质量的第一步，不是马上寻找更多理由，而是先确认自己到底回答了哪个问题。你是在判断证据是否充分，还是只是在回应熟悉感？你是在评估概率，还是被最近看到的案例影响？你是在衡量成本，还是被已经付出的时间和金钱绑住？只要问题被换掉，再多分析也可能是在错误入口上继续加码。如果说问题替代说明大脑会偷懒，锚定效应说明的是，一个先出现的数字会牵着后面的判断走。一个经典实验里，参与者先看到一个像幸运转盘一样的装置，转盘会停在10或者65。这个数字本身和后面的问题没有真实关系。随后，参与者被问到，联合国成员国中，非洲国家大约占多少比例？结果，看到转盘停在10的人，最后给出的估计大多明显偏低，集中在 25% 左右；看到转盘停在65的人，估计则被明显推高，集中在 45% 左右。关键在于，转盘数字并不是资料，不是证据，也不是专业判断，它只是先出现了，却会成为一个参照点。后面的估计不是从0开始，而是在这个数字附近调整。即使人知道它可能没什么意义，也很难完全把它从脑子里清除出去。日常生活里，锚点更常见。商品先标一个原价，再给出折扣价，人的注意力会被原价牵住。谈薪资时，第一轮报价会影响后面的谈判范围。买房、买车、买服务时，最早听到的价格会变成心理参照。即使后来看到更多信息，判断也经常只是围着第一个数字慢慢修正，而不是重新估算。在风险选择里，锚点也会改变人的感受。曾经看到过的高点会让当前价格显得便宜，自己付出的成本会让退出显得更痛，别人的预测数字会让我们以为未来有了一个合理范围。问题是，锚点给人的不是证据，而是一种方向感。方向感一旦出现，系统2再想完全摆脱它就会很费力。所以遇到数字时，真正该问的不是这个数字准不准，而是先问它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它是证据还是别人放在我面前的参照点？如果这个数字从来没有出现过，我还会做出同样的判断吗？很多看起来独立的估计，其实早就被第一个数字悄悄改写了。一个判断如果只是被数字牵引，错误还比较容易察觉。更麻烦的是，同一个判断一旦被放进完整的故事里，就会显得更有说服力。故事越完整，细节越相似，人越容易把听起来合理误认为更可能发生，哪怕它真实发生的可能性并没有更高。判断与决策研究里的 Linda 身份选择实验很适合说明这个判断误区。在实验中，研究者会先向受试者描述一个叫 Linda 的女性，31岁，单身，聪明直率，读书时关心歧视和社会公正，也参加过反核示威。读完这些描述以后，受试者需要判断哪种情况更可能： Linda 是银行出纳员，还是 Linda 是银行出纳员，并且积极参与女权运动。很多人会选第二个，因为这段描述让 Linda 看起来更像一个积极参与社会运动的人，而不是一个普通银行出纳员。问题是，从概率上讲，银行出纳员并且参与女权运动一定包含在银行出纳员里面。两个条件同时成立，不可能比其中一个条件单独成立更常见。
可是当人物画像足够鲜明时，大脑会先判断像不像，而不是先检查范围大不大。这就是代表性偏差。它不是说故事一定错，也不是说细节没有价值，而是说人会把看起来像误当成更可能。一个创业者很像过去的成功者，一个产品很像某个时代趋势，一个候选人很像理想中的专家，一个公司叙事很像伟大企业的早期样子。这些相似感都会让判断变得顺滑，但相似不等于概率，画像完整也不等于结果更可能发生。这时真正该看的是基础概率，同类事情通常会怎样？一个行业里大多数新公司最后能不能活下来？同类项目通常会不会延期？类似岗位的人过去表现如何？同样承诺在历史上兑现过多少次？这些听起来不如故事动人，却常常比故事更接近现实。故事的问题不在于它太假，而在于它太容易让人停止追问。只要叙述足够连贯，人就会忘记先问，这个群体里原本有多少人符合这个结果？这个案例到底是常态，还是少数被挑出来的例外？如果把那段漂亮描述拿掉，只看同类样本，这个判断还站得住吗？很多错误不是因为没有信息，而是因为一个好故事让人忘了追问那个最基本的问题：同类事情通常会怎样？故事会让人忽略基础概率，记忆也会改变人对概率的感觉。很多时候，一个人觉得某件事很常见，并不是因为它真的发生的更多，而是因为它更容易被想起来。可以从一个很小的例子看起，假如让人判断英文单词里字母 K 出现在开头更常见，还是出现在第3个位置更常见，很多人会先想到 tin、kind、kitchen 这类以 K 开头的词。开头字母更醒目，也更容易从记忆里调出来。相比之下，字母 K 出现在第3个位置的词，比如 ask、make、baker， 虽然并不罕见，但人在短时间内更难成批想起。于是，容易被检索出来的那一组会让人误以为频率更高，这就是可得性偏差。所谓可得性，不是说信息真实存在，而是说它在脑子里被调出来有多轻松。越近、越鲜明、越有情绪、越被反复报道的事情，越容易占据判断。一次空难会让人短时间内更害怕飞行，一条疾病新闻会让人高估自己遇到同类风险的概率，一个身边人的成功或失败会压过更大的统计样本。大脑并不是在做完整抽样，而是在看记忆里哪些例子最先跳出来。这会带来一个很实际的问题：现代信息环境会不断替人制造可得性。手机推送、短视频热榜、社交媒体转发、新闻标题和身边人的转述会把少数事件放得很近、很亮、很反复。他们让人觉得自己看见了现实，其实很多时候只是看见了更容易传播的现实切片。可得性偏差并不要求人完全忽略直观案例。一个鲜明案例有时确实是在提醒风险，只是它不能单独替代比例、样本和长期记录。判断一件事有多常见，不能只问自己马上能想到几个例子，还要问：我想到这些例子，是因为它们真的更常发生，还是因为它们更容易被报道、更容易被转发、更容易让我有情绪反应？一旦把容易想起当成更可能发生，判断就会被最近的信息牵着走。人会追逐刚刚听到的机会，放大刚刚看到的危险，低估没有新闻价值但持续存在的风险。真正需要警惕的，不是记忆里没有例子，而是例子来得太顺、太快、太有画面感，以至于我们忘了去看它在整体样本中的位置。即使故事和记忆都被校正了，人的选择仍然会被结果的感受推着走。尤其是损失，失去一笔钱，失去一次机会，承认一个决定错了，带来的痛感通常比得到同等好处更强。这种对损失更敏感，对同等收益反应没那么强的倾向，被称为损失厌恶。关键不只是最后拥有多少，而是和心理的参照点相比，是赚了还是亏了。
人在现实中很少像公式那样只看最终资产总量，而是会盯着买入价、原计划、过去高点、原本以为应该得到的结果。只要参照点一变，同一件事就会被感受成收益或损失，选择也会跟着改变。比如同样是$3000和$4000，只要从收益换成损失，很多人的选择就会变。面对收益时，很多人宁愿选择确定拿到$3000，而不是选择80%的概率拿到$4000。虽然后者的期望值更高，但确定收益让人安心。可是把场景换到损失里，很多人又会反过来，宁愿接受80%的概率损失$4000，也不愿意确定损失$3000。面对确定亏损时，人会更想赌一把，希望把坏结果拖过去。这不是简单的贪婪或胆小，而是收益和损失在心理上并不对称。收益区域里，人更容易落袋为安；损失区域里，人更容易冒险翻本。一个人赚了一点，可能很快想锁住结果；亏了一点，却很难承认错误，反而愿意等一等，扛一扛，再看一看。这样一来，行为就会出现很常见的反差：该让利润继续奔跑时过早退出，该承认亏损时反而拖得更久。这种机制也会出现在工作和生活里。一个项目已经投入大量时间，人会更难停止；一段关系已经付出很多，人会更难承认不合适；一次公开承诺已经说出口，人会更难调整方向。因为放弃不只是重新选择，还意味着把损失写下来，承认它已经发生。损失厌恶最危险的地方，是它会把判断从现在该怎么做推回到我怎样才能不承认以前错了。一旦问题被改写成后者，系统2看起来还在运转，实际却是在替逃避损失寻找理由。更清醒的问法应该是：如果我今天没有这个持仓，没有这个项目，没有这段沉没成本，我还会从现在开始重新选择它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继续坚持可能就不是耐心，而是损失感在替自己做决定。一个决定结束以后，事情并没有真正结束，它还会以记忆的形式留在脑子里，影响下一次选择。问题是，记忆并不像录像，会把整个过程按时间完整保存下来，它更像一份经过压缩的摘要，尤其容易抓住最强烈的时刻和最后的时刻。冷水实验很能说明这一点。参与者需要经历2次不舒服的体验，一次是把手放进14摄氏度的冷水里60秒，另一次是先在同样温度的冷水里待60秒，随后再多待30秒，但水温慢慢升到15摄氏度。第2次总时间更长，前60秒也一样难受，只是最后30秒稍微没那么难受。如果只按总痛苦计算，第2次显然更糟，因为它多了30秒不舒服。但后来让参与者选择愿意重复哪一次时，很多人反而偏向第2次。原因不难理解，记忆没有把每一秒都等全相加，而是被最难受的时刻和结束时的感受强烈影响。结束时稍微缓和一点，整个经历在回忆中就没那么糟。这就是风中定律。所谓风，是体验中最强烈的部分；所谓中，是结束时留下的感觉。它提醒我们，一个人事后评价一段经历时，持续时间可能没有想象中那么重要，最刺痛的点和收尾方式反而会改写整体印象。这会影响很多复盘。一次会议大部分时间都有效，但最后几分钟争吵会让人记成一场糟糕会议。一次旅行前面很顺，但返程出问题会让整段记忆打折。一次合作过程中多次小问题被解决，但最后一次沟通不舒服，会让人高估这段关系的失败程度。人以为自己在回顾全部，其实经常只是在回顾几个被记忆放大的片段。因此，复盘不能只问我现在感觉这件事怎么样。感觉当然重要，但它不是完整证据。更可靠的做法是把过程中的关键节点、实际结果和当时记录放在一起看，哪里真的出了问题，哪里只是结尾不舒服，哪里是持续性的风险，
哪里只是一次高峰体验留下的强烈印象？只有把记忆拉回记录，下一次判断才不至于被一个刺眼结尾带偏。记忆会在事后改写体验，预测也会在事前美化未来。很多计划看起来很认真，时间表、分工、步骤、预算都写得清楚，但它仍然可能过于乐观。原因不是计划者不懂细节，而是他们太沉浸在自己的细节里。有个团队曾经估算一套教材项目要多久完成，一开始他们给出的答案是18到30个月。这个判断来自他们对自己计划的理解，谁负责哪一部分，材料怎么准备，章节如何推进，审核怎么完成。沿着这条线往前想，未来看起来虽然辛苦，但基本可控。后来有人被问到，其他类似团队过去做同类项目通常用了多久？这个问题把视角从我们打算怎么做换成了类似事情过去通常怎样发生。参考同类项目之后，估计结果完全变了。类似项目常常需要7到10年，而且大约40%最终没有完成。这就是内部视角和外部视角的差别。内部视角会沿着自己的故事往前推，我们准备充分，团队能力不错，路径已经想清楚，只要按计划执行就能完成。外部视角会先把自己放进一组相似案例里，过去类似项目的平均耗时是多少，失败比例是多少，最常见的延误原因是什么，最接近自己的案例最后怎样结束。计划谬误就发生在内部视角占上风的时候。人会低估时间、成本和难度，高估配合、效率和运气。越是自己熟悉的项目，越容易觉得自己和那些失败案例不一样，越是投入其中，越容易相信特殊性会保护自己。可现实往往相反，复杂项目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正是那些一开始没有被写进计划的摩擦。外部视角不是让人放弃计划，而是先给计划一个现实底座。做一个项目之前，先找同类项目的完成时间；做一次预测之前，先看同类预测过去的准确率；选择一个机会之前，先看同类机会的成败分布。内部故事负责说明我想怎么做，外部数据负责提醒类似事情通常怎样结束。没有后者，计划很容易变成一份写得很漂亮的愿望清单。知道偏差名称，并不等于判断会自动变好。一个人可以熟悉系统一、锚定、可得性、损失厌恶，也仍然在关键时刻被第一反应带走。真正起作用的，不是把概念背下来，而是在容易犯错的位置，提前放入一个流程。流程的价值是让慢思考不再只靠临场自觉。因为人在压力下、兴奋中、害怕错过时，很难突然变得冷静。最可靠的办法是在下结论之前设置几个固定动作，写下原始判断，标出证据来源，查同类事情的基础概率，列出反例，说明什么情况出现时自己会改变看法。这几步看起来普通，但他们会把判断从我现在感觉怎样拉回到证据能不能支持。没有记录时，人事后很容易说自己早就想到了风险；有记录时，当初的判断、概率和理由都留在纸面上。没有反例时，一个观点会越讲越顺，写下反例以后，系统2才有机会检查自己是不是只挑了支持性信息。没有基础概率时，人容易相信自己遇到的是特殊情况，看到同类样本以后，特殊感会被压下来。除了这些基础动作，还有一个方法特别适合放在重大决定之前，事前验尸。它不是等失败以后再总结，而是在决定还没真正落地之前，先假设1年以后这件事已经失败，然后让参与者写下，如果失败，最可能是因为什么？这样问，等于给担忧一个合法出口。很多平时不好意思说的风险，才更容易绕过面子、热情和团队压力，被提前摆到桌面上。它和普通风险讨论的差别在于，普通讨论常常问这件事会不会出问题，很容易得到几句礼貌提醒。事前验尸直接假设它已经失败，人就更容易往回追原因，
需求是不是被高估了，成本是不是漏掉了，关键人是不是会离开，竞争对手会不会反应，自己是不是被一个漂亮故事带偏。慢思考并不适合接管所有事情。日常小选择如果每一步都分析，人会寸步难行。真正需要流程的是那些后果大、反馈慢、情绪重、难以回头的决定。买什么午餐不需要决策记录，但选择长期项目、重大投资、职业转向、合伙关系、重要承诺时，直觉最好不要单独拍板。判断流程的意义不是保证每次都正确，而是让错误更早暴露。它给第一反应加上一道检查，给事后解释留下一份约束，也给好运和能力之间多加一层区分。慢思考最好的位置，不是在所有事情上拖慢自己，而是在真正重要的决定落笔前，强行让自己停一下。思考快与慢不是一本叫人否定直觉的书，恰恰相反，直觉让我们能迅速读懂表情，识别危险，完成日常选择，也让人在复杂世界里不至于每一步都陷入计算。问题从来不是快思考本身，而是它在不适合的位置上替我们做了太多决定。一个人越是相信自己正在认真判断，越需要警惕那些已经悄悄影响判断的力量。第一个冒出来的答案，讲得很顺的故事，先出现的数字，最近看到的案例，不愿承认的损失，还有事后被重新加工过的记忆，他们不一定会让人马上犯错，却会一点点改变问题的样子，让我们以为自己在看证据，其实是在维护已经出现的感觉。这本书最重要的提醒是把判断从我感觉对不对拉回到我有没有检查过。面对重要选择时，先看基础概率，再看具体证据，先写下当时理由，再等待结果检验，先问反例在哪里，再决定是否继续相信，先假设计划已经失败，再倒推可能原因。慢思考不需要时时接管生活，但它应该出现在那些后果大、反馈慢、情绪重、难以回头的地方。这里是文澜小屋，我们不追求快速创富的奇迹，只希望通过分享全球经典好书，用逻辑武装你的财富大脑，陪你在投资和认知的路上慢慢变富。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对你有启发，还请帮忙点赞转发，并分享给身边的朋友。相信你的每一次举手之劳，都是在为更有价值的知识投票，会让更多人能在这片认知的迷雾中看清真相。也相信您聆听本期视频的时间付出，会在未来化作认知上的复利，获得更稳健的回报。感谢您看到这里，我们下期见。